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来到包明说。这期话题我们说的是俄军增兵135000人，准备应对乌克兰战局的变化。根据央视总台的报道俄罗斯的总统普京8月25号签署法令，将俄罗斯武装力量的人员数量增加13.7万人，达到115万人。这样的话，俄罗斯军队和其他武装力量总规模就达到了204万人。有人认为这10多万人是把俄罗斯各地的志愿营转成正规军，准备派往乌克兰作战，而这些志愿营的军事素养参差不齐，可能会遭到比较大的伤亡。俄罗斯的军事专家列昂科夫认为现代武器的训练通常需要2-3年的时间，这样仓促的征兵恐怕没很好的效果。这些说法可能都有道理，但问题是乌克兰战场等不及了。俄军目前虽然攻势基本停顿，但火力上还是有很大优势的。真正缺少的是用于巩固占领区的兵力，特别是用来肃清后方、确保后勤供应和秩序恢复的治安部队。这种兵力呢，对战术素养和攻坚作战能力要求不高，只要能阻止乌克兰的渗透小分队就算称职。就算乌克兰特种兵在西方接受训练，善于潜伏和巷战，但数量上处于绝对的劣势只要被俄军发现，那就是死路一条。步兵数量充足之后，俄军就可以基本确保机场、指挥所、弹药库这一类要害部门的安全，至少可以大大的减少特种兵渗透造成的破坏。如果俄军保持现在的态势，不做兵力上的调整，恐怕难以应对乌军的下一步行动。最近乌克兰持续从北约方面获得军事援助，包括新的海马斯火箭炮、无人机、反辐射导弹防空系统、精确制导弹药以及大量的炮弹。美国并不支持乌克兰大幅度的扩张部队的援俄，也不打算给乌军大规模的换装，而是打算训练一定数量的精锐部队。因为乌军拥有北约提供的信息化的优势，有以少胜多的可能，所以可以在俄军力量薄弱的哈尔松州地区给俄军造成重大的损失。普京当然不会给乌克兰扭转战局的机会，我们相信扩军13.5万只是俄罗斯开始积极行动的一部分。在战场内外，俄军肯定会采取多方面的措施，全力挫败乌军的反攻。就在乌克兰独立日的当天，乌克兰恰普林车站就遭到了攻击。俄军宣称是用伊斯坎德尔导弹攻击了乌克兰的一列军车，消灭了200多名预备役人员。当时这趟列车载着乌克兰的军队和装备，准备前往东部前线。这次袭击说明俄军具备精确打击乌克兰纵深目标的能力。另外，俄军还宣布要向前线部署3架携带高超音速导弹的米格31战斗机。这种武器显然不是用来打前线的步兵的，肯定是要攻击乌克兰的后方战略目标。泽连斯基政府高层以及北约援助乌克兰的军火的堆放点可能会是首批目标。目前乌克兰战场上有一个目标异常危险，那就是俄军占领下的扎波罗热核电站。这是欧洲目前最大的核电站，这一段时间已经多次被炮击，俄乌双方都指责对方发动了炮击。无论是谁打的，如果发生了切尔诺贝利那样的核事故，欧洲不但要面临饥寒交迫的冬天，甚至可能要面临一个大面积的核污染的风险。这算不算是北约国家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呢？好，这期话题我们就说到这里。